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跨国收养的问题。收养制度呢，它就是把别人的子女这个收养为自己子女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呢，它实际上可以解决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具体来讲，在我国的这个实务案例里面，比如说有这个杀人犯的子女，他因为父亲犯下了滔天的重罪，他的2个儿子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得到良好的这个同儕的这个对待，大家都会投以异样的眼光，所以呢，就分别的由这个外国的养父母收养，离开原生家庭的环境，到外国去。这样子呢，对他的这个成长可以有相当的这个帮助。到了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可以摆脱他过去不是因为他而起的这些纷扰。另外呢，比如说这个父母因为都在吸毒、贩毒入狱，结果呢，就必须要由这个外婆来隔代教养。可是实际上，这个外婆的经济能力也无法负担养育2个未成年子女，所以到最后呢，这2个小孩呢，也分别只好由这个外国人、荷兰人来收养，带离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贩毒的家庭，然后父母都在这个监狱服刑，外婆的经济情况不好，也没有办法，实际上没有办法来负担他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所以脱离这一种较为困顿、不健康的原生家庭，到外国去，让有爱心的外国的这个养父母来加以教养，在这种比较健康的环境之下成长，或许对小孩子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另外，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女孩被一对美国籍的夫妻给收养。这个小女孩长到7岁的时候，这对夫妻觉得说，她不应该忘记她的母国本国的语言，所以呢，这一对美国籍的养父母竟然辞掉了工作，带着小女孩举家又迁到了台湾，希望这个小女孩呢，能够在台湾入学，能够不要把这个她的母语给忘记。讲了这3个例子，无非是要让大家了解，跨国收养这个制度呢，它除了可以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犯罪家庭无法负担子女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教养、成长的这种问题以外，它实际上它可以让在原生家庭处于这种比较不好的环境的儿童，可以他的人生有另外一次机会，可以到这个有爱心的父母来带到国外去，然后受到比较这个适合儿童成长的这个家庭。所以收养制度呢，特别是跨国的收养制度，在全世界它都是一个被加以这个非常重视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制度呢，在我国它的法律规定
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运作上的问题。这个关于跨国收养制度规定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第54条，大家可以先翻开你的六法全书，看一下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54条的规定。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54条，它民国100年修法新法第54条呢，跟旧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更动，所以呢，对于这个旧法第18条的这个检讨，基本上面也对于这个新法的第54条的新规定是妥当的，因为它的新旧条文的变动不大，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来做说明。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第54条的这个规定，它的解释跟适用，那跟法院它在实务运作上面的这种案例有没有一致，或者说有没有对立的这个情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注意的。所以请各位翻开六法全书第54条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54条的规定，我们先看一下。54条有2项，第一项是规定收养的成立及终止，第二项是规定收养及其终止的效力。那第一项呢，收养之成立及终止，依各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第二项，收养及其终止之效力，依收养者之本国法。第一项，收养之成立及终止，依各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这个第一项的规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解释上，我们跟各位说明的重点之一。这个有一次蔡老师在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个民法的教授，他也是研究这个亲属继承家事法规的这个教授，只是他并不是他的研究重点呢，并不是放在跨国收养。那有一天开会坐在一起，这位民法学的教授就跟我问了一个问题，说关于我国涉外的收养54条，它是规定说收养的成立依各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因为在开会之前时间不多，我很快的就跟这位民法的老师说明了这个条文的这个解释，那就是依照54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该是养父母可不可以去当人家的养父母，依照这个养父母的本国法，他的本国法说可以，就是符合本国法的这个当人家养父母的要件的时候，这个养父母就可以跨国的去收养外国的子女。那这个被收养的养子养女，他要出养到国外去，一样，他也是依照他的本国法。换句话说，只要他的本国法的规定，他的这个本国法的规定说可以，那你就这些养子养女就可以出养到这个外国去当人家的养子养女。我很快的就跟这位民法的老师呢说明了这个条文的这个解释。他听完了以后，他说：“可是不对呀，我们的法院却说，养父母除了必须要符合他本国法的规定以外，他还要去符合养子女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养子女，国家的养子女除了必须要符合他本国法的这个规定以外，
他还要去符合养父母的国家的规定。那因为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手边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比对，所以呢，就有一点鸡同鸭讲。所以这个蔡老师就记得这一段小插曲。回到研究室以后，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调查跟研究。所以以下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来跟各位说明，这个在我国这一种跨国收养，它的法律规定、它的立法的原意跟解释适用，跟我们法院的实务案例是否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说明的。我们先在这边跟各位作为一个问题意识，做一个背景的这个说明。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收养的规定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54条。那第一项的规定，这个蔡老师跟这个民法的这个老师的对话，仿佛有了这个，对不起，重来啊！刚刚我们在提到跨国收养是规定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54条的这个规定，其中第一项呢，应该是依照各自的本国法，可以当这个养父母的就可以当养父母，可以当养子女的就可以被收养为他人的养子女。可是民法的老师却说，他看法院的判决不是这个样子的。法院的判决是说，我可不可以当人家的养父母，除了我必须要符合本国法的规定以外，我还必须要去符合养子女的本国法。同样的，养子女可不可以被外国人收养，他除了必须要符合本国法，可不可以去当人家的养子女以外，他还要符合养父养母的本国法，看可不可以去当养子养女。当时蔡老师就觉得奇怪，不对呀，法律的规定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法院会这样解释呢？当时因为在开会，大家都没有带相关的这个资料，所以没有办法比对来加以验证哪边讲的是对的，所以就只好记得这个问题。开完会回到研究室以后，马上来做这个调查。那发现我们以这个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这个94年度加抗字第63号的裁定，可以发现原来这个民法老师说的是真的，我们的法院的解释真的跟法条的这个立法还有这个通说的这个解释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台中高分院的这个94年度的裁定，他说，按收养事件，其中一方为外国人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8条第1项的规定。第18条第1项就是旧法的规定，刚刚有跟各位说明，新法是54条，但是你比对条文可以发现，新法旧法它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实质上面的修正，基本上它的规定还是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们检讨的资料它是关于旧法的案例，但是对于新法的解释跟适用，它还是妥当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8条第1项的规定，收养之成立及终止，依各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这个是条文的规定。那法院是怎么解释它的呢？他写在后面，他说，即收养者须符合其本国法养亲及关于养亲养子双方之要件，被收养者亦须符合其本国法养子及关于养亲养子双方之要件，使能成立收养之关系。括号
参照法务部71律字14788号函。本件收养人丙圈圈、丁圈圈为美国公民，被收养人乙圈圈为中华民国国民，故应适用美国法及我国法。为美国国际司法关于收养事件系采法庭地法依反制规定，仍应以我国法为其准据法。括号美国国际司法关于收养事件采法庭地法，参照申请状索引法务部70律字第7354号函。这个函释呢，可以检讨的地方有若干，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第一小节作为问题的这个提起，我们先跟各位只针对条文的解释跟适用点到为止。在这个案例，它对于第18条第1项的规定，也就是现在的第54条第1项的规定，它的解释就是采养父母除了必须要符合他本国法以外，他还要去符合养子养女本国法。所以他这里说，收养者必须要符合其本国法养亲及关于养亲养子双方之要件。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有符合养亲的本国法就好了，他还要去符合养子女的本国法。同样的，被收养者亦须符合其本国法养子及关于养亲养子双方之要件。也就是说，养子女，你除了必须要符合你的本国法，可不可以去当人家养子女以外，你还必须要符合这个外国的这个养父母的本国法，看可不可以去当那一个国家的养子女的这个双方的要件。这个是否这个条文的这个立法原意，这个条文的解释是否是这样子解释呢？这个恐怕是值得检讨的。针对这个部分呢，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跟各位所说明的这个重点。所以用这个台中高分院的这个案例，先作为问题意识，让大家了解这种跨国收养，它在立法跟法律的解释适用上面，还有法院的实务案例，恐怕是有一点需要检讨的地方。说明如上，谢谢各位。